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传递祖先的讯息。你已过关，即将到来的幸运礼物和守护将是什么？随着这个年度很多行星的逆行啊，我们正在接受，就是我们人生的成长、变化和很多变革，我们正在不断的完成我们的一些人生课题。那当这个狮子座的门户啊打开，当这个蓝月到来之后，我们又已经完成了什么样的课题？我们在哪一个部分已经通关了呢？我们通过今日的凯牌来连接祖先，传递一下这当中的讯息。当然了，当我们过关之后呢，总会有着背后的奖励，总会有着背后的祝福，也会有着背后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我们也通过今日的卡牌来帮助大家传递来自祖先、来自宇宙和指导灵的重要讯息。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占卜，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连接我们的指导灵和祖先，连接我们的灵魂守护家族。千万不要忘记了，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你也不是一个人。宇宙会无条件的支持、保护和爱你，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进入一个快速的冥想。好，并且整理好我们的脉轮啊，和调节一下当下我们周遭的负面能量。好，我们今天用的颂钵比较大一点啊，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也可以闭上双眼。如果需要时长久一点的冥想影片，大家可以来到 Star Sea So Healing 的频道。任何时候，只要大家需要 ，Star Sea 都会迎接和守护大家的回归。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当下我们的状态，来进入我们的选牌和读牌。大家可以调整呼吸，缓缓地睁开双眼。好，来看一下我们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下方的天然石。大家可以把卡牌和天然石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当中的选择。我们今日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传递祖先的讯息啊！你已过关，那即将到来的幸运礼物和守护又是什么？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紫色的爱心水晶。好，紫色爱心水晶。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红椒花石。我们可以看成它是层层叠叠的一颗橙红色天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天然石，它的频率，它的状态是否是和我们相对应的呢？好，这是我们中间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粉红色的弦月天然石。好，是一颗弯弯的月亮，粉红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一颗天然石的频率波动和它想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要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进行连结的呢？根据你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那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首先我们一起来净化一下我们的能量。好，好，感受第一副组牌的朋友的智慧能量非常高啊，有一种这种上3轮非常打开的感觉。那首先呢，我们也看一下对应这颗紫色水晶我们的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主牌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我们抽的是8号 Disciple， 好，这是门徒信徒，好，耶稣的12门徒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中间巨大的树的形象，它是一个神或者说一个高维存在的感觉。根基和神经丛等等连接着大地的同时呢，还有非常美的一颗好像是第3眼，它在照耀、观望以及吸引这个世界的智慧，并且正在传递和散布它。好，这种智慧其实是宇宙的高维，关于爱和信仰的语言，关于忠诚的语言。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好，一个带着爱心，好，一颗充满了爱的、充满了归属感的门徒，好，信徒正站在我们这棵伟大的神树面前。好，我们看到有爱心，有火焰。首先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深处是有过那种修行经历的，也是有信仰的。我看到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有可能本身你们遇见了一些问题、一些阻碍和困难的时候，也非常容易点燃你们灵魂深处这个信仰的记忆，或是阿卡西的记录，阿赖耶识。你们有一个最高导引，或者这个最高导引是你们的高我，总之会给你们带来非常高的智慧能量。这些智慧也会让你们周身得到净化，让你们看到光和爱的伟大之处。
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有宗教信仰，或者说家族就有宗教信仰，而你们生生世世在延续这个信仰的同时，也正在让这个信仰的理念光和爱的守护传递到这个三维的星球。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信任、你们对于宇宙的这一份爱和肯定，将会受到非常高的礼赞和回馈。有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的祖先也是你背后重大的或者重要的保护灵之一。他们在告诉你的就是你所有的祈愿，你心目当中重要的目标，你想要为这个星球，或者说为这个人类，以及为你自己做的一切，只要它充满光和爱，这一切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也有一些朋友本身之前如果经历了一些复杂、困惑和挫折，让你们重新看到了，比如说高维度的存在，比如说信仰了神灵，或信仰了某一门宗教，开始了修行，这就是你们过关之处了，因为你们已经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和归依的地方，也代表你们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你的指导灵家族非常的可以说宽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为你感到欣喜。原因在于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能够想起来，能够重新的记忆起来，本身已经是非常大的一层智慧的突破了。有不少朋友，如果之前你们遇见了一些挫折和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在你开始去连结，甚至一些朋友开始去学会了祈祷，学会了显化，然后学会了跟宇宙相连接的方式之后，开始一一的变成顺境。所以这个牌也代表了你们会得到宇宙的加持，在某一个让你们觉得并不是很舒服，并不是很顺畅的空间当中，得以看到真正的方法和方向，并且谷底翻身。那这个8号本身有一个无限的感觉而且是在当下这个8月出现的，所以这个数字也代表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潜能是非常强大的只要你们开始去开阔你们的上三轮，打开顶轮我相信你们会找到越来越多属于你们的潜能。因为有不少朋友其实你们本身的意愿是愿意进行更深度的修行，更深度的可以说是自我的检视和自我的内在改变这个本身就是修行的主要目的之一让我们的深刻的内在发生转变，并且向更高维度去合一和统合。我相信在这条路上你们会越走越宽广因为你们其实离你们的神圣指导灵是非常近的，你离你们的目标是非常近的。也有很多朋友，这是你爱的依属和回归。也就是说，当你的爱出现在哪里，比如说你爱一件事情，你爱一个法门，然后你喜欢去聆听，你喜欢去追求当中的某一个理念，这代表了你的爱有了归属，你并不是孤独的。我们看一下副牌我们抽到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过关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大天使Archangel Raguel， 大天使拉格尔。好，大天使拉格尔是带着神圣的金光的能量掌管着天堂之门钥匙的大天使，它代表了公正、规则和和谐，好吗？我们看大天使的手上也有一杆秤也有一本书卷。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你哪里过关了？很多朋友是业力的功课上过关了，也有些朋友是在教育，在你们要去学的一些重要的知识和技法上已经过关了，你该学的都已经学会了，时间也已经到了。所以大天使看到了你已经在三维世界学会了三维世界的入世法门、入世的法规、入世的规则，并且理解怎么样和人搭建和谐的关系，怎么样搭建团队关系。那这个23号呢，本身是第一组的灵魂需要在当下去，有可能是学习或者是习得的习得了，学到了。那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呢，除了我们高度的智慧的这个呈现以外，我们需要很多方法。所以当大天使这个拉格尔出现的时候，告诉第一副组牌朋友的是，你们正在被非常公正的对待着。如果现在最近周围有着不公正的事件，
有可能这来源于一个业力的平衡，但更多的来源于我们需要去重塑这个世界的规范，并且用这个规范的方式来去做事情和整理及安排。有些朋友你们是从事那个法律啊，或者说是金融行业的，有些朋友你们刚刚完成你们的高等教育，那我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祖先和指导灵为你感到振奋，为你感到荣耀啊，那并且呢，你们会通过种种的这个可以说是知识、技能、技巧啊，这个入世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已经过关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生生世世在做着这样的事业啊。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这个事业状态的，你们生生世世在做这样的事业。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并不是从事这些专门事业的人，你们也会通过你们的判断方法为这个世界带来最高度的和谐。好，这也是你们的人生使命之一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在哪个方向已经过关，进而呢，我们在过关之后要得到什么样的幸运啊、礼物和守护。好，看看第一组的朋友，你在哪个部分已经过关了呢？出来2张牌啊，我们这边是 Page of Cups、Seven of Wands。我们再抽一张啊。好 ，Death 死神牌耶！哇，第一组的朋友辛苦了啊！再者就是恭喜你们，你们已经穿越了一个人生非常难的课题。祖先和指导灵看到你们非常努力。那本身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是算是高敏感体质的朋友。或者说你们的初心和发心是相当纯粹的，你们有非常纯洁和圣洁的一片爱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天赋啊，有可能在艺术上，有可能在感受上，有可能在色彩上、情绪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天赋，有很好的创作能量和能力。而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我们看到权杖7啊，你们在为了守护，比如说守护你们的人生使命，守护你们想要去守护的，包括家园，包括你们的存在等等啊。你们在为此而非常努力，通过这种努力啊，不管结果是如何的，你们都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自我，有着战神的能量，有着杀伐决断的能量，不单单只是用爱的方式来思考，也有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工具或者是武器。你们手上有旗帜，你们的手上有盾牌，也就是说你们学会了如何去保护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进行公正的审判和裁决。那第一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足够努力，足够加油，所以你们的可以说是坚持和你们的韧性啊，赢得了祖先和指导灵团队非常大的肯定。而在这个事件上，你们已经过关了。也就是说，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不需要一个人去坚持了，你们不需要一个人去挣扎了，因为这条路你们已经走通了，走开阔了，而且已经度过了。所以说，过去的一些事件不会重新再来，并且你们会让它建立成为一个新的状态。有些朋友会看到死神牌，也会问 Starcy 死神牌它究竟在这里代表什么？好，我们连接着今日的问题和我们这一张卡牌来读看这张死神牌啊。我们看到死神牌来到的时候，仿佛是很恐怖的，是满地的遗骸。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死神牌来到了的地方啊，仿佛没有了生机，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远方的天际上已经出现了，可以说是朝阳，可以说是晨曦的光芒。所以其实死神它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代表的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代表的是巨大的一去不复返的，也代表了过去的业力的平复啊。因为过去有一些事情要尘归尘，而土归土。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朋友，你们是闯关成功的。那这个闯关里边有权杖7，你们有为了你们想要去做的，为了你们想要去捍卫的努力，或者说加油，或者说是肯干，会有一种精神在你们的背后去指引着你们。
然后我们这张权杖七也很特别，它有一个金色盾牌，所以有不少朋友你们有可能在学会如何去保护你们的心轮呢？因为我们看到大天使，好，它的光在心轮的前后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好，有些朋友你们学会了如何去疗愈，如何去抵抗，那如何去跟三维世界的一些负面能量画一个清晰的界限。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会看到 justice and discipline， 是这样讲吧，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正义，我们会看到规则和规定，而你们也是会去参与制定规定，去遵守这个规定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祖先在告诉你的就是，过去有可能这个天真浪漫的、带有一定幻想程度的、可爱的你的内心小孩，他永远会在你的内心世界里边，因为这个是你的种子，你的灵魂的种子就是追随者啊，追随我们宇宙最高法则的信徒。但是在当下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你们会在这个三维世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碧海蓝天，你们将会迎接的是全新的面貌，你们将会重建你们事业当中的很多事情，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还是你们的个人存在感。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 death 是什么，这些朋友你们过关的地方是什么？Seven of Pentacles， 这就是你们的播种啊，一样就是这几张牌连接在一起，就是让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可以为之一振奋啊，因为你们之前所播撒的这些努力，你们播撒的种子啊，一定拥有它成长的空间和机会。那具体的机会啊，我看到是在未来2个月当中，很多朋友你们在哪个方向努力，哪个方向在未来会有非常美好的回馈，但有可能不是当下。我觉得宇宙在考验的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阶段里边去恪守和坚持一下，只是这样罢了。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一点啊，代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此已经通关了。好，这些比较难的考验和一些让你觉得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呢迎难而上，因为我看到是一个人迎难而上的感觉啊，一个人在苦等啊，一个人在去追随理想和信念，为此而发出巨大的愿力的时候，OK， 你们已经过关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希望已经被宇宙听到，并且在未来会很高程度的帮你落实。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啊，恭喜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过关。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再用其他的一套牌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即将得到什么样的幸运呢？如果我们已经过关了的话，那在未来这个阶段啊，好，我们下一关卡当中，或者说在下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幸运祝福和礼物？我相信守护一直都在啊。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背后有大天使，而且应该不止一个，然后在守护着你们。而且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们的头脑非常好，非常机敏啊，所以你们的这个教育，或者说你们本身受到的教育和得到的机会啊，都是跟智慧和知识啊，跟这个智相关联的啊，智能的智，智力的智啊，所以你们其实有非常好的这种先天的好，或者说是基础的能量。好，这个也会帮助你们很快的去领悟。看一下 Knight of Swords、King of Swords。我们刚刚说在智慧上，这边出现2个宝剑的卡牌啊，看看我们的礼物和幸运是什么。第3张飞出来了。Eight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8号。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的逆位。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耶，很不错哎。这些牌代表的是智慧啊。就当我们拥有了很多这个习气欲望的时候，当我们充满了恐惧愤恨，当我们充满了焦虑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会被搞乱啊，不只是被我们，有可能被周围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搞乱。
所以呢，这个牌代表了你们会重新回归到智慧的平衡，而且以非常高的这个高度去俯览全局啊，俯瞰全局。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总结非常好的经验，用你们的智慧作为最好的导引来去判断决定未来你们的发展。这边出现了权杖王后和女祭司的正位，你们之前一直憋闷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志而无处伸展的，然后有些朋友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里边会觉得有些事件的进程是不只是慢，而且会搞乱了你们的一些计划和脚步啊，它的顺序有可能已经颠倒了等等。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在帮助你们让这些事件回归到它的应有的轨道，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我看到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也锻炼了你们的智慧，也让你们学会了如何去有条理的分配你们的精力，分配你们的智力，如何有条理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之前的一些纷争会非常合理的被解决，而且你们的人生呢会重归于平静和智慧。为什么是重归？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本身的能量就是智慧、平等、爱人，然后又充满了这个灵魂的爱的喜悦，以这样的方式入世的，或者说本身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好像在之前的一个阶段，你们被逼迫着不得不去捍卫，不得不去争斗，以及不得不去努力啊。看起来这种努力是三维世界里边的某一种努力等等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去熬夜，然后我们要去据理力争，我们要跟很多人去进行竞争等等。不过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依旧是独占鳌头的，并且啊，你们的这种状态是会让周围的人都有一种哑口无言为之幸福的感觉。好，也就是说周围的环境和能量也把你终于逼迫到了一个你真正的拿出你的宝剑，拿出你的智慧，拿出你的一切来应对的时候。所以之前一些很佛系的朋友有可能通过过去的一层考验啊，也不再佛系了。所谓的佛系呢，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是看淡这一切，我们不去进入能量的纠缠，我们不去介入任何的因果。但其实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我们开始一呼一吸啊，从呼吸开始了，我们就已经介入了这个因果的可以说是好戏剧吧，也可以说是这个因果律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iscipline， 看到规律啊这样的词啊。好，介入了就介入了，我们更好的方式是用我们可以运用的智慧，可以运用的勇气，去创造更高程度的和谐。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戏剧的舞台，可以说这个三维的世界不能没有你，好吗？你们的到来是有意义的，所以未来你将会得到的礼物是一些让你感觉到混乱、紧张、没有头绪，一些让你觉得急得团团转的事情会非常好的被安排和下达，然后你们会有条不紊的重新的整理和整合你们当下要去整合的事情，并且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得到重大的突破。如果在事业和人际关系上遇见问题的朋友，我认为呢，你们反而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月之间呢，你们就会发现有非常好的机会和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已经自动的敲你的门，送上门来了。有很多朋友啊，宇宙来告诉你的就是你急不可耐的非常让你焦虑的一些事情，答案是让你安心的，不必担心，你们可以安心下来。这一切在被非常好的解决着，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被可以说是被结束，然后再被整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我看到是有一些口舌纷争和人际纷争方面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些让你们焦虑和让你们要浪费口舌的人，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有可能对方呢他也领悟了，也有可能是他和你已经可以站在同样的角度和阵营来看待这个问题了。这也不乏说这是对方的一个成长，所以你们有帮助周围的人去成长。有个别的朋友会说你们最近会有一些这种纷争甚至是诉讼方面的问题啊，这问题也非常的
吉祥我们看到了大天使出现的 justice， 也就是说你们的事件会被公正以及有可能是保护你们的方向来进行一个整理和整合。最后的答案是好的，但是有些朋友有可能在未来的2到3个月还是会有一点纠结和沮丧啊，或者是心灵上会承担一定的压力。好，心灵承担压力已经是你们承载的你们的业力的一部分了，所以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明显的用智慧将一些过多的多余的思虑和情绪砍断。因为当你们的智慧宝剑占领最高位置的时候，占领高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你是懂得它怎么去解决的，你是懂得它会怎么样发展的，你们会有一种预测预知和观测事物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从平静安静当中来的。我看到一些扰乱你的人将不再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那还是一样，有可能他是你的一位冤家也说不定啊。不过这个不会无条件的或者说反复的没有终结的纠缠。什么时候给大家一个时间，现在是8月尾，未来2个月好吗？也有些朋友会得到一些说和，会有一些从中说和或者说帮助解决和摆平这些问题的人士出现，那对方是你灵魂家族的人，可以帮助到你。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礼物和幸运给到我们啊。King of Pentacles, Knight of Cups， 一些朋友我听到的声音是颁奖啊，有一些朋友会拿到那个荣誉证书啊、毕业证书啊，一些朋友会拿到一些奖励，好吗？一些朋友会上颁奖台啊，你们会得到这个贵人以及这个重要的前辈，我说这个行业业界的前辈，你们会得到他们的青睐。青睐什么？就他们的眼眸已经落到了你的身上啊，他们会瞩目于你，他们会重视你。有不少朋友，你们如果之前一直致力于去开发一些有可能是事业上的、个人发展上的啊这个项目等等，这个项目是在未来2个月可以落地的。当中呢不乏很多周折，不过宇宙的幸运是让你在最关键的时刻拥有你应该拥有的，而且在那个时刻你拥有的当下，你会发现不费吹灰之力啊，是非常简单得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份幸运和守护是什么呢？又出现了圣杯国王，你们的守护灵很多，在你们的背后啊，你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还有就是天使啊，你们周围有带着翅膀的天使在你们的周围啊，所以你们在被那个好好的保护着，就是你的周围有那个翅膀在那样抱着你，所以你们的健康啊，你们的能量啊，基本上都是被非常好的守护着的。金币8号，我们再抽一张，让这牌飞出来 ，Four of Cups in reverse， 我们2张圣杯牌的逆位，这也代表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排除掉很多负面的情绪压力，因为情绪压力过多的时候，你有可能觉得我走也走不动的，我每天有很多情绪在身上啊，这个其实也算是水大。我们在对佛学当中也会有风火水土4大嘛，如果水大的话，我们是动不了的，有可能是会觉得思虑比较重啊，头沉沉的，有可能喜欢流泪，或者说也觉得湿气比较重。而在这个未来2个月之间，你们会摆脱这个水大的状态，回归到女祭司的状态。这是什么？你们会动起来，你们不会让心情里边不会有那么多的沮丧、失落和若有所失。然后你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真正的落实到3维世界，或者说一些修行方面的领悟，你们会落实到自己的智慧上，并且呢非常有理有据的进行一个综合和总结。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的个人的情绪、智慧和发展运势是非常良好的。因为当你们的智慧回归到平衡的时候，你们更加容易被贵人看到，被贵人然后帮助并且在工作里边集中注意力，做到自己是自己的贵人。也就是说你们会帮自己呢做出非常好的一些作品啊，非常好的一些项目总结，非常好的一些表现。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
发声啊，就是你们的沟通表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有可能你们会站在公众的面前表达自己，被重要的人接收到。很多朋友在这一组里边是有这个阳性能量的贵人啊，阳性是偏男性的，有可能是长辈类的贵人非常的支持你们，并且呢他们在拉着你，鼓励你去实现你们的天赋和你们的创造力。那这个地方也体现出来了贵人运和财运，所以这个财运其实属于你们获得了机会，而这个机会的背后有源源不断的丰盛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来源于你们的智慧的，不是任何的贵人给到你们，而是你们的智慧拉动的财富，所以这个财富才是永恒的嘛，只要你们的智慧存在，你们的财富就一直存在，它是无限量的，好吧？然后大家可以去吸引和显化啊，比如说，那我希望涨到多少薪水啊，我希望跳槽有多少的薪水，你们可以为自己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是无限量的，所以在你们当下可以去体现，可以去为这个三维世界提供智慧的基础之上，这个数字就会出现了，你们可以拥有更多好吗？你的指导灵和天使在说你可以拥有更多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在情感方面的一些帮助和这个幸运啊。我们看的都是做事情方面是比较多的第一组啊。这边是 Page of Wands Seven of Cups in reverse， 我们再抽一张，这边掉出来的是这个 Queen of Cups and the King of Cups， 这边是一对耶。这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情感方面的一些守护乃至提示啊，提示也是可以的。但是从当下这些牌里边来看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先去专注心思做一下你们的事业和寻找一下你们的个人发展的这个方向，这个地方是比较通畅的，有可能这一切也会以你的个人发展为基础，重新的组织和整合起来，你的个人感情啊，你的人际交往啊，你的公众形象等等啊，在最近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你们的形象是比较智慧的啊，比较有这个知性美的啊，或者说阳性能量，男孩子来了这一组也是对比较有领导能力和才华的这种感觉。然后在情感上我们调整一下 camera。爱情是你们想要征服的选项之一，所以一些朋友在爱情上会有一种别的地方还不错，爱情上郁郁而不得志。因为其实在爱情产生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想法是我要征服爱情不一定是想法，有可能是潜意识也有不少朋友是你们觉得我没有要征服任何人，可是我在爱情里边又不得不去 surrender 去臣服，所以仿佛这个爱情就变成了一个相互征服的游戏。有一种这个国王配女王嘛，有两个人有可能都是你们是灵魂伴侣，你们是镜面关系，也有一些朋友是 twin flame， 当它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照亮你灵魂的你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或情绪化的一面。有些朋友会在情感里边特别情绪化。我看到如果是独身的朋友的话，你们其实比较受追捧的，有人追你，但是你未必喜欢。那些朋友会问他们为什么出现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告诉你你是优秀的，你是闪光的，因为你闪光，所以很多人的眼光他们的这个注意力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种自我肯定。如果说在感情上会有一种两个人频率不对接呀，一个人逃一个人追呀，或者说当下处在一个感情卡住的状态，就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疏通的是你们的太阳轮、脐轮这个部分到海底轮。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下三轮的不全嘛，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主牌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大树的神经丛，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根，所以说很多朋友你们本身就是这个天使来的，你们本身是不太接地的，所以当我们想要去接地的完整的一个人的形式谈一个恋爱，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有一些非常需要去整合的个人的部分，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的课题。所以在感情上，首先你们拥有魅力，你们拥有实力，但是有可能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和能量，那这个能量要怎么办？自己给出来。为了这个和谐，然后我们遵循这个世间的入世法。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还是先要把自己的生活和有可能是个人的发展去搞定，并且呢张扬你的这个智性的魅力。很多朋友你们的外形已经非常有魅力了，
智性的魅力就是你的智慧在提高，你的智慧在增长。遇见了问题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跟对方用非常柔和的方式相互改变和相互解决，这会到达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啊。这个状态怎么样？我觉得最近一些朋友你们就在改变，所以在感情上，宇宙只是在告诉大家，或祖先在告诉大家，你的另外一半是被祖先选中的。也就是说，你的感情，可以说啊，很多的因果来源有可能前世与今生，这个里边的人一定是跟你相当有渊源的。那如果现在这件事情走不通的话，你们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能量，让这个事情回归到它应该回归的轨道上。这一切是公平的。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心中有怨啊，有抱怨，有怨怼，有很多埋怨的话，这个能量只会阻挡你太阳轮的发光。好，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被爱着的，你们是被喜爱，但是你们感受不到这个爱，原因在于什么？分离、孤独，还是因为一个水大的原因啊，就是很多朋友这来源于一种情绪，并且很多朋友当下本身就处在一个孤独境界，就是有一种独孤求败的感觉啊，就是你其实已经走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状态上，甚至你们希望的是能够跟人产生更多的交集和连接，但当下呢相反，有可能你在攻克的课题是智慧的一课，所以有可能没有办法去过多的跟人产生连接和交流。感情上也是一样啊，哪怕有另外一半，我们的心中的感受难以诉说，所以这种难以诉说被卡住的感觉让你会对外索求，有可能你们就会觉得我缺乏，有可能这个对象能够给我想要的安全感，我想要的依赖，或者说我想要的这种满足。那这几张大牌代表了什么？ Temperance and Hanged Man 吊人牌。感情呢是一个长久的课题，然后你们终究会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你在找一个圆满而丰盛的自我，而其实你们本身已经足够的圆满和丰盛了，如果在这个里边再去挑剔我们还缺什么，我认为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这件事情以耐心，那个好事多磨的感觉。这两张牌都是拖延，所以有一些朋友你们的感情有可能被拖住了，有可能正缘迟迟不到，或者说你的感情迟迟没有发展。 Six of Pentacles, Nine of Cups， 你们的感情不能来源于只是给予，无条件的给予，或者说无条件的等待。有可能一些朋友在这个状态里面会得到一定的安慰，但是本身具有高度智慧的你已经看清了一切，你们不喜欢这样，所以宇宙在告诉你，或者说祖先在告诉你的就是，首先你的这个爱人是被祖先选中的，然后如果你喜欢什么，大胆去追求，不一定是追爱，你也可以去追求这些这个三维世界的功名啊、金钱啊，你可以去为了自己的有可能是这个太阳轮的发光去积极迎战，而这个过程里边有可能爱情这件事情或情感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被搞定了。然后你们是值得让自己发光的。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感情里是比较偏被动的状态，然后宇宙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好，这个被动的状态啊， Four of Swords, Eight of Swords， 无解。如果你们不改变的话，这个事情是无解的。所以在当下这个8月到11月之间，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在随着这个 Justice 这个天平进行了一定量的转换。看到还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指引给到我们。 The Devil, Ace of Cups, Nine of Swords。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不要再为任何的事情伤怀和纠结以及执着了。你的 offer 好好的摆在你的水池中央。当你可以去放下过去那些痛，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面前有太好的机会了，而且是我们看到 Page of Cups， 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设定好的机会。有些朋友只是暂时的有点陷入了这个认知的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三维实践的这个陷阱里边啊，有一点身陷囹圄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来自于什么？
对，你们很想突破，你们太想突破，有可能周围也会有一些人给你们一些价值观念，让你们没得突破。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牌里边，你的祖先和指导灵在告诉你的就是你是独树一帜的人，然后你有非常聪明的眼光以及感知能力去理解周围的善意的、非善意的、敌意的，或者说这个友善的信号，所以你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打开一条属于你们自己的路。你们会让自己这2张是9号牌，你们会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满足，而且这也是你未来的一个新的阶段，你们再去迎战的功课之一。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这个争取不一定说要多么的主动，但是你们在能量上一定是非常高能量、非常高光的。那在未来的半年到明年的1月为止，很多朋友你们基本上可以去达成你们想要的这个挑战。你们当下在看这个占卜的时候需要决定一下你们需要什么，你们想要这个状态改变成什么样子，宇宙和指导灵在聆听着你们的信号。我觉得从祖先的角度来讲，他们不为你们担心的，因为你们选择任何都是你们的能力范围和能量范围之内的，你们一定可以达到。所以呢，只要你心中有诸如此类的愿望任何愿望 OK， 只要不过度于执着于它，你们基本上都可以被保护、被加持。所以很多朋友，你们想要得到什么，你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们在感情上想要得到什么，在未来的这个阶段过了未来2个月11月之后，你们是幸运的，好吗？未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也是一样，过了2个月之后你们将是幸运的。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得到爱情的 offer， 或者是工作的 offer， 或者是突如其来的邀约这也是给你们的这个祝福和鼓励之一啦。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的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第一张呢，我们看到的是 Zodiac Moon OK， 这个卡牌是 Sun in Libra， 太阳在天平的。我们看到这个词汇有没有都是重合的。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大天使给我们的信息是 Harmony and Harmony， 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主牌的信息呢也是重合的， Discipline and Disciple OK。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Justice 的这个能量也是跟我们的卡牌信息重合的，所以这几个词汇非常的重要，规则、正义和和谐，好吗？然后这是非常人间的这个在人间当中非常宝贵和重要的入世法。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对天鹅，当太阳在天平的时候，你们将会 enjoy life with music, love and romance， 你们将会沉浸在爱的感受里边，非常浪漫。有些朋友有可能会恋爱，有些朋友有可能会去享受那个爱的感觉，好吗？比如说我们听一个美妙的歌曲我们看一个美妙的电影，那个爱的感觉，这个感觉让我们在做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有感情出现如果单身的话，具体到在过了这半年的明年的1到7月之间，有可能感情的花朵是会开放的。未来看这支影片的朋友，起码要度过未来的2到3个月，你的感情之花才能够重新开放，因为现在是你们重新整合自己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太阳在天平，这个是天平月所以是9月尾，也是我们秋分到来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拥有比较不错的这个约会经历，或者说开始重新去感受爱、感受幸福的这种感觉。这个人生的和谐就会出现了，或者说你周围的家人、你周围的友人、你的事业合作伙伴也会给你带来非常美好的和谐信息。这个数字也很不错，7我们就看到第2个数字是37号，7是一个探索灵性的数字我们看的是 creation 创作。然后就是你们的灵魂正在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可以去创作，你们可以接触花卉、接触树木这个是非常声望和帮助第一副牌朋友的。也有些朋友可以在最近这个阶段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书写去绘画去听音乐，去散步
然后去做一些新的运动。总之呢，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新的创造方式产生。其实创造生活也是我们的一种创作。我们想把生活经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风水状态。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并且宇宙呢在极大限度和可能性的去帮助你们。那我认为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祖先还是一样，其实他们不担心你们，因为他们认为你们非常的优秀，以及完全有能力去度过当下这个阶段。只要有一些差池或有一些小问题，我相信祖先和指导灵都会帮助你们去平复。原因在于你们是珍贵的，而这个蜕变的课题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恭喜大家已经过关。那也祝福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重新迎向我们生活的和谐和美好。你们的灵魂呢已经找到了它的归属，所以说当天使，当你们的高维度的守护灵重新出现在你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你们也可以参与这个奇迹的创作，好吧？ OK， 今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就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第二副组牌一颗红色橙红色浇花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祖先传讯你已过关。好，即将到来的幸运礼物和守护是什么？那在进入我们读牌之前，首先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也净化一下我们的能量。好，感受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场或者说你们这个状态让我感受到一种暖意。这个暖意呢，来自于心轮到太阳轮的这个位置，我们整个身体的正中间。我认为很多朋友最近你们有可能已经开了心轮和太阳轮了，你们会允许更多的光和能量进入你们的身体，或者说疗愈你们的心轮，疗愈过去的一些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或者说心轮卡住的创伤和寒气。我认为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生命在当下会出现更多的这个火热的精彩，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神谕卡 Oracle 当中又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对应我们的这颗橙色天然石。这张牌好美哦，我们看到是33号 The Calling of the Soul， 好，灵魂的召唤。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座宫殿或者是庙宇那在这个可以说是仿佛是海市蜃楼的异度空间，也有同样的一座金光闪闪的神殿。这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和高我之间的连结啦。那在这张卡牌当中看到灵魂在召唤我们什么？首先是回归到我们的，有可能是信仰，或者说是灵魂的归属地，有可能是你的家乡有可能是你热爱的地方，有可能是你之前一直信仰的，一直喜欢去聆听和感受到的那些频率，包含了音乐，包含了一些过去的人事物这张牌里边有一些 nostalgia， 就是思乡之情会流淌出来。在这个里面能够感受到你的灵魂在召唤你去回归到你们的归属地。所以很多朋友在最近呢会慢慢的去找到一个像是归途的感觉。你们的周围的这个能量场充满了开着花、开着鲜花的树的能量。然后我们有看到这星星点点的光芒映在水中，它变得更加亮眼了。我觉得最近很多朋友你们在被疗愈着。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回到了故乡、家乡，或者说你找到了一个让自己非常喜爱的归属地，比如说是宗教宗教当中的庙宇然后或者说是教堂神殿之类的。33号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aster number， 就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生生世世呢确实有着类似的宗教信仰，或者说类似的这种感受，类似的连结的感受不一定要非得去信什么，但是我们看到33号是你的灵魂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好，灵魂在召唤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去回归、苏醒和复苏，或者说觉醒。第二张牌我们看了一下，好，这是一张 past life energy 我
们看到18号 something missing， 这个牌的这个算是一个 issue， 或者说你当下正在跨越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亲密关系的问题。 Intimacy of fertility issues， Intimacy 亲密关系、情感关系。然后有一些朋友他是那个生育的问题，或者说你们家族要传承的这个问题，这个累生累世有可能都是你的课题之一。有些朋友你遇见的是爱情问题咯，在这当中有可能你会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这个 something missing 就是怅然若失的感觉嘛。有些朋友是怅然若失的，或在感情在你们的亲密交往当中感受不到，有可能是感受不到真诚，有可能是感受不到合作，有可能是感受不到真实的爱意。这个里边有一个拒绝的手势啊，我们仔细观察在拒绝。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本身呢是喜欢独善其身的，你们并不喜欢去介入亲密关系，这有可能也是你在这一世当中当下正在去过的那个关卡。我认为很多朋友在最近啊 the calling of the soul， 当你的灵魂出现了召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缺失的部分是什么。那我相信这个也带有了一定的原生的家庭和内在小孩的问题。我们可以抽牌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是怎么样过关的啊？有没有过关呢？看一下，因为我们要看的这个问题是你已过关嘛，所以第二牌的朋友一定是从这个关卡过去了的。看一下啊，诶，我们的牌飞出来好多，我们重新整理一下。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好，飞出来了。Three of Wands， 一些朋友是三角关系或者欺骗性质的关系啊。然后呢 ，Seven of Cups， 我们再抽2张。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圣杯7号，宝剑3号，权杖3号。我们再抽最后一张啊 ，clarify 一下。好，出现了 The Hermit。好，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已经从这种就是人情的啊，这个人情里边有更多的朋友，80%是亲密关系、恋爱，然后有可能你会碰到这种。有可能会有谎言，有可能会有欺骗，有可能带有一些迷惑性质的言论啊，然后从中呢，大家出现了这个 The Hermit 隐士牌，你们已经参透了当中的一切。那我看到呢，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有可能这是一个情关，情关让你们看透了人性，情关有可能让你们本身呢出现了宝剑3号是伤心状态，或者说流离失所状态、怅然若失状态。你到底是什么 ？Something missing 是什么缺失了？宝剑1号，我们就直接飞出来，宝剑1号是一种判断力，有可能本身坐在你旁边的以及你正在连接的人呢，他是让你无法爱上的，爱不上的，但是偏偏由于因为在这个三维世界，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和手法，所以有可能我们会被这当中的弯弯绕绕所蒙蔽一下吧。也可以说有一些朋友遇见了一些并不诚实的对象。OK， 而在这个地方 Ace of Swords 到底缺了一些什么？一些当下还在感情关系当中觉得怅然若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最初你要的是什么。 Ace of Swords， 你在进入这个感情当中你需要的是什么？理智的去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情况。而出现隐士牌代表了在未来1个月你一定是会过关的，你一定会去穿越一些谎言和欺骗，或者说自我设定的这种海市蜃楼的场景。因为圣杯7号这张牌很漂亮，有没有？我们的3女神啊，正在好给也可能是给一个人的灵魂，也可能是神像啊，正在开这个3眼，然后正在注入灵气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瞳孔的正中间有一个
就死神的标志，也代表了其实这个事件或这些事情是生生世世一些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要去超越和穿越的。而这些人的到来其实本身只是去叫醒你，让你去看到你一直在学习，你一直在发掘的是什么。甚至有不少朋友出现了隐士牌，你受到了灵魂的召唤，你看到这个星星之火原来是你的灵魂的故乡，头也不回的走到了你灵魂的故乡上去。所以说一些朋友有可能这个情关的部分也代表了你们可以去穿越很多人类的习气。我们说这个五蕴之苦嘛，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受，这些感受会让我们不得不去进入这个洪流。不过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让自己呢非常清楚和轻松的从中跨越出来，这就是宝剑1号的意思。缺乏了一些什么，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代表了你们的心灵隐隐约约在保护你，所以缺乏的东西有可能是真诚，有可能是一些你们需要知道的真相和实相。讲到这里，一些朋友会说，哇，我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或者这个亲密关系的问题还不是我当下在看到的课题等等那大家有可能可以选择其他组牌。而我觉得这一组其实信息是非常直接的，对，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或者一些朋友你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课题，已经经历过了，你已经到达了一个隐士的阶段，就是看破但没有说破，你们静静的在沉淀这些智慧，并且呢你们会将这些智慧真正的有可能是记录在你的阿卡西记录里边，有可能是把它化为真正的智慧去传递给周围的人。然后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样的功课一次就够因为你们刚刚出现了宝剑1号，所以你们一次就可以去参透这些课程。那更多的朋友你们其实会通过一些情感和人际方面的，比如说一些人他的出现也并不是特别的真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格局，有他们自己的远略，有自己的一些计划，他们的 strategy， 但是跟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你们也会发现，有可能你们去测量跟人的连接的那个方式也会改变，你会有可能选择的是有一点点距离感去独善其身。也有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一个小小的课题参破人性的一部分的真相。人性有美的，当然也有恶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恶的真相有可能是也关于欺骗，关于比如说会去偷拿然后会去越规矩然后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在的这个小我贪婪的声音，然后你们会听到这些声音，并且呢真实的去规避掉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课让第二副组牌的朋友理解了你们内心当中的这把宝剑到底应该怎么去掉落，怎么掉落下来，怎么让它不再伤害到你的同时让你展开智慧。所以一些朋友这是你们确实需要修心轮和修太阳轮的时候，因为太阳轮的能量会让我们丰盛，那它也连接着我们的心轮当我们的这个太阳轮展开的时候，你们的心轮也会被逐渐的照亮。我认为你们可以非常轻松的穿越这个课题，就在未来这1个月当中我们看一下，当我们超越这个课题之后，有什么样的幸运礼物和守护给到我们呢？我们要换一套牌忘记了。好，我们换一套牌，看一下我们的幸运礼物和守护是什么。好，感觉到一个声音你周围的这个人，或者说你现在想到的这个人，他不是由衷的想要骗你，只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迷惑，他被自己的这个小我所迷惑，所以呢出现了隐士牌，是无条件的去原谅他，也原谅自己，好吗？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礼物是什么超越的这个课题，我们将会得到什么呢？ Nine of Wands 权杖9号。首先你们被祖先保护有一些事情，特别是在最近这2个月7月、8月、9月，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也是一样，之前的1个月到之后的1个月，有一些事情，特别是感情上人际交往的问题没有那么顺的，是因为祖先在保护你，祖先在给你制造一个屏障，让你不要再跨越掉这个屏障，然后去受伤。
所以呢，现在一些事情它的卡住，它的无法完成，有可能隐隐约约代表着有一些实相和真相在这个背后，但是你们并不需要什么都参透，只是需要去遵照好当下这个事件发展的变化和状态就可以了。你们在被保护着。第二张是命运之轮的逆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要得到的这个幸运和礼物啊，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Eight of Swords, Ten of Wands， 天哪，你们会为自己做一个保护罩哎！我觉得你们不会再为人情所伤吧？能够伤到你们的人，基本上都是最亲近的人啊，你的爱人、你的密友，甚至是你的家人。但是你有可能自此呢，也学会了祖先的方式，为自己做了一个保护结界，而这个结界的出现会让你有可能你们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有可能你们会掌握更多的能力，甚至是有一些法门啊，有一些超能力会出现的原因在于，其实你们本身很多朋友你们是带有先天的使命和任务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宝剑八和权杖十，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还有什么样的礼物要给到我们？好，圣杯的7号，这边2个圣杯7号的逆位啊，这边是一张，这边是一张，你们的愿望会实现啊，而且是100%的实现。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哇，这种我现在这种愿望还能实现吗？比如说和一个人好好走到一起啊，在对的时间他会100%的实现，只是现在有可能他走到了一个并不顺利的卡点，而出现命运之轮的逆位，其实代表了事件已经到了一个否极必须泰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命运的小轮车转到了谷底的时候，它要向上翻。所以一些朋友其实你会宝剑8号嘛，你其实不用动用1分1毫的过度努力可以翻越当下的困境，只要你可以定得住，然后祖先会为你一切安排好。有很多朋友度过了这一关，你会承载比较大的一些荣耀，也会承载大的责任，然后你也会有更高的能力。各位朋友可能是总揽全局的能力，一些朋友有可能是很好的职位，很好的家族地位，一些朋友有可能是通灵的能力。总之呢，你的愿望会100%的实现。在这个能力的基础之上，不管你想拥有什么样的感情，你想要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体验，也包括了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个是你可以决定的。所以看似这个课题是会让你心痛，但是过去了之后，我相信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会感恩和喜爱啊，就是这一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变得可以说是回归到了最初最原本的你，最伟大版本的你，好吗？我们再看一下啊，天哪，你们的祖先超爱你们的，好吗？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要给到我们。有些朋友是合作不通啊，有些朋友是想要去做一些事业，但是走不通一些路啊，有些朋友是在人际交往当中没有办法去打通那个渠道，然后祖先在告诉你的就是，往往这些卡住你的事情，也包含那些朋友谈恋爱不顺，是对于你最强的一层保护。短短的过了这几个月，回头回望，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它会当下就卡在这里，没有办法让我们再往前走。首先是你有更好的选择，第二点就是为了让你扩大你的心量，就是让这个宝剑可以掉下来，你的心要变得更大更大更大，甚至把这个宝剑吞没。就是任何这个事情它已经变成一些细枝末节，无法再去干扰到你。这边出现了 Kn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逆位的权杖骑士，正位的宝剑骑士。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什么样的守护。 The Sun in reverse， Two of Cups in reverse。 我们再看一下 Five of Swords。 好，你周围有可能有一些跟你竞争的，然后参与到竞争的，甚至有些朋友在最近有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一些是小人，或者说有可能是对你不利的人啊，就是暗中，然后你的祖先在暗中帮你把这些不利因素解除了，甚至不需要进入你的眼界，不需要让你知道。你周围的指导灵呢，正在帮你去砍断一些负面的
会干扰到你的事情。因为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灵魂非常的，可以说能量非常的丰盛，所以呢会受到周围的人的一些觊觎啊，就是有些人会嫉妒你，一些人会想要你的能量之类的，而你们周围的指导灵在帮你把这些不需要做的连接砍断。还是一样，第二组的朋友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们只要相信 Five of Swords， 去 clarify 一下啊 The Hermit 还是隐士牌，你们只要相信这一切在暗中已经被安排好了就可以了。很神秘啊，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非常神秘，而且好有一些这当中的信息是你们需要自己来领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信息是对你来讲至关重要，而且是需要秘而不宣的。你知道了，你需要把它当成一个你正在去守护的非常重要的职责和使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秘密。所以有种看破不说破的感觉。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守护和幸运有给到我们啊？实实在在的这个好事是有没有的？ 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权杖6号，你将会获胜啊。第二组的朋友，权杖5号 Temperance， Oh my god Justice， 天哪，这个过去如果对你不良的不好的人真的是会受到一定的判罚啊。这边有 Justice Nine of Swords 啊，对你不公正甚至是对你非常不好的人会被判罚。有的事情是他在法律以外的，在道德以外的，那这个东西它会被天罚。那有一些事情是如果你们在走一些法律程序的话，你们会非常好的去解决和捍卫你们的权利。然后我看到一些对于你不利的人反而是受挫的，但是这个解读 Stacy 希望不要加重第二排的朋友的怨念，就是我们没有怨，我们对这个事情就是相信一切在安排好，因为你是隐士嘛，你去学习你的，你去修养你的，这一切将会被很好的处理。时间点在什么时候？10到12月啊，非常的快，或者说下个月9月到12月之间吧，未来的1个月开始到4个月之间，非常的快。但是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甚至不再 care 他们将会得到什么，而你们会着重和关注自己啊，你们在未来将要怎么成长，你们要怎么去整理你们的能量，到达一个胜利的状态。总之宇宙还有指导灵和祖先在鼓励你去胜利，因为你是值得的。这个胜利也代表了你疗愈的一种完成，你将回归到一个能量全盛的状态。我认为这个里边好像没有太多关于情爱的东西。如果说是真正要谈恋爱去吸引一个正缘的话，有可能我们先要从逆缘这里边过一些课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安排。如果是反着来，我们先走向了非常美满的一个王子公主幸福的在一起了的故事，那这100年当中漫长的人生，我们该怎么去对处其他的人事物呢？这个其实是教我们去理解，可以说是人性啊，可以说是社会啊，或者说可以说是对人类的规则，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入世的方法。然后我们以最小的代价去理解到了非常深的奥义啊，这个也是你们当下正在做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现在有一种很强的反抗精神，你们想要去绝地胜利啊，或者说你们想要去打一个翻身仗，而这个翻身仗呢，在年尾是可以打得响的，你会惊艳所有人，然后你也会把你真正的实力拿出来，不让这些就是周围，比如说之前轻看了你，或者说判错了你的人，对，再对你进行能量的侵占了，你们的能量将会达到最高。就不管这个事情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你们会用你们的方法取得属于你的胜利，然后你的祖先和宇宙来支持你。
灵魂已经发出了召唤啊，所以第2排的朋友基本上觉醒了。那觉醒的过程里边呢，你们有可能一部分朋友开始有点讨厌人性了，开始不喜欢做一些事情，开始讨厌一些人，这也没有关系。我认为你们的灵魂在当下醒了的时候才需要爆发，因为你会发现我之前在承受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啊？你会有一个巨大的爆发，但这些爆发其实是你要允许你的能量，允许这个情绪出现，也去观察它、观看它，看它慢慢的消散，看它变成一个美丽的法性，看它变成一个美丽而圆融的你。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然后还有什么样的祝福？一些朋友，你的事情将会顺利起来，而且你们想要去取得的这个胜利呀，你们想要去惊艳世人的一些行动或者说事业的动作，将会非常好的传递出来。然后我看到你们正在去计划的这些计划是什么？宝剑3，国王的逆位，一些反传统啊，或者说非常新鲜的挑战啊，一些就是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你们当下再去进行一个计划的。然后我看到其实对于第2副组牌的朋友来说，你们是非常有野心和有梦想的人，你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人啊，你们完全可以让自己去展开你梦想的翅膀。在这半年有可能这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你们会突然的一跃而起，然后呢会让你们的这个想法变成真真正正的现实实相。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有那个口舌的是非，就是在你的周围会有一些是非，我们不去论证它。我看到你们是保持一定的沉默，反而是取胜的，包含了吵架啊，情侣吵架也是一样的，保持一定的沉默，你可以取胜。要去就是珍视和重视你们在说出来的是什么，言语上的。我们看最后还有什么样给我们的信息啊？一些提示。Seven of Wands， 要那个放大招的朋友啊，就有可能在事业上，在个人的魅力上要放大招的朋友，你们的机会即将来临。什么时候啊？未来的半年，明年的3月左右。现在是8月尾啊，90。好了，未来的半年开始吧，你们的就是一个，我的天呐，那种战胜之后啊，回归的你那种战神的能量就会出现了，那个被压抑的你再也不会存在，然后你们会不只是惊艳众人啦，是做回自己啦。很多朋友，你们是一个战神的形象，你的灵魂家族在OK， 给你很多召唤，让你回归到你最本真的一个状态。那因此，很多第2副的朋友啊，你们放大招的时候不在当下，但在未来，有可能过了几个月，已经不是一样的天地了。然后我觉得，如果现在一些朋友还是一样啊，觉得被压抑了，有点有志不得伸的感觉，然后在感情里边也是委屈的。甚至有点退而，就是有这个感情 offer， 但是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我去选择这个感情，但是要泯灭我其他的一些愿望。这些事情不会再出现。如果一些人在最近离开了你们啊，遵循这件事情的发展，让祖先和宇宙去进行安排，因为很明显你值得很好的，你值得更好的，而且你会爆发成为那一个更好的。所以这个金刚的形象，火焰金刚的形象是第2组朋友你们的状态。如果是女孩子的话，这个 Temperance 是你们的状态啊，你会有一种重新找回自己，你的身体，你的每一个细胞，你所有的感知都会在告诉你，你的觉醒和重新归来的你依旧是什么样的，跟上一世，跟之前你的形象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然后之前一个阶段被压抑住的你，只是你要经历的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逆位嘛，人生固定业力课题，所以这个课题会平衡的过去，度过去它，好吧。星座上来讲啊，看到射手、天平、火象星座、狮子还有牡羊座，这边有双鱼座、处女座。
这个火象星座的朋友会来到这一组啊，火水星座，然后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第二组非常的 powerful， 而且你们的祖先是那一种不善多言，但是会做很多实事的，你们应该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是非常值得尊重和值得为自己而感到荣耀的灵魂。看一下最后的神谕卡在告诉我们什么。一些朋友，这个关其实并不是你们人生道路上多大的一个挫折，但它确实足以让你伤心，所以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感情上的。但如果说你们失去了什么，我认为相比失去，你们得到的智慧和得到的经验多得多，会成为很重要的宝藏啊。我们看神谕卡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Sun in Leo， 狮子啊，太阳在狮子，这就是这个8月嘛。那其实已经过了啊，因为现在太阳已经到处女了。A time of celebration and success， 就是很多朋友，我们看2张牌里边都有这个3个人物形象，你们周围会有好友，会有你灵魂家族的这个友人、亲人、伴侣啊，来帮助你的，所以你们需要去一样敞开你的太阳轮，去快乐的享受、庆祝什么？你的成功，你即将成功啊！有些朋友会说，哇，我还没成功呢，我要先去庆祝吗？对，你们要先去庆祝一下，而且你们要先去让自己快乐起来。第2章呢 ，Kingship， 你们将会有自己的好友人，你们将会有非常好、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或者说家人，你爱的人将会团聚在一起。那这个里边也代表了你们将会拥有非常好的人生伴侣。这个伴侣的状态，它不只是1对1的，它将会带给你周围非常高度的和谐。我看到对你无法真诚的人也会对你真诚起来，因为你们本身的能量在吸引这件事情。这个5和32号都是5这个数字，代表了变化、变革，你将会改变，更有亲和力。一些朋友是隐士，不喜欢走出家门，不会社交的朋友，在未来的半年，你们将会找到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频率相似的，你们会创造非常美好的回忆。千万不要忘记了，当你华丽回归了、华丽回场的时候，你也要有非常美好的精神资粮，有一部分资粮也来自于周围爱着你的人，你们是被全情支持的。好，也有些朋友，如果你们一直在单身呢，你们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伴侣，这个是因为你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你们对于亲密关系有可能多少有一点卡住的部分吧。不管卡在哪里，是前世今生，还是原生家庭，还是内在小孩啊，这一层卡顿都会在未来的一个阶段被打开，你们将会全情的接受这个地球上爱你的人。如果以前呢，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你看到这些人，你就是不喜欢的，没有办法产生感受的。你们会让自己通过你们的魅力，首先是吸引到跟你同频的人，再者就是打开这种感受，全情的去爱。这个爱里边没有羞愧，然后没有不安全，然后没有这种灾难即将降临的那种不安全感。OK， 这个你们的爱将会是圆满的。如果刚刚一些朋友就是体会到这种感觉，就是我接触一个人呢，我接触一个感情会让我感受到愧疚、不安全，内在的很大的波动，代表他是你的业力伴侣，这个人和你前世今生就有同样的一些课题你经历过，所以你在合理的规避这些，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好吗？你们将会超越这一切啊！你将会变得如此的具有能量，这些小小的在你心轮上卡住的这些宝剑，有可能有一天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你玫瑰上的一颗刺，你将会成长成为一颗真正的具有任何能量的灵魂形象。所以这些刺并不重要，这个伤也并不是伤，对你来讲有可能是让你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助力罢了，好吧？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祝福大家一切顺利，也非常的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一个阶段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感恩跟大家今天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粉色月亮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传递祖先的讯息啊，你已过关，
那即将到来的幸运礼物和守护是什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在哪个部分已经通关了呢？那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礼物？希望可以通过卡牌帮助到大家。那一样啊，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也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连接和净化一下我们的能量。好，感觉第三副组牌的朋友的能量是很轻灵的，很灵动，很清澈啊，跟前两组的能量呢确实不太一样。感受到你们好像有一对透明的翅膀，然后你们有可能是非常喜欢飞鸟啊、蝴蝶啊，然后非常喜欢水的声音。我感受到你们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精灵的信号。第三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种无条件的爱，甚至是没有计算、没有计较的爱，甚至是向着光的方向在生长的灵魂，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呢，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对应我们的粉色月亮，我们看到第10号 Service 服务啊，好，这好像是一个宗教在存储典籍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供奉品、祭祀品，也有一些被管理着的这个经卷之类的啊。它也很像一个商店啊，我们走进去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去选择、挑选、触碰自己喜爱的那一份。好，这个 service 代表什么啊？代表了无我的、无条件的、无私的一种服务。这个其实是没有小我的，也没有高我，这是宇宙本身的一个机制状态。那比如说我们的空气在无条件的服务我们的呼吸，那水在无条件的服务我们啊，我们可以去汲取，我们可以去获得，我们也一样通过了这些获得呢，来滋养我们的这个个人成长身体的同时，我们也在无条件的为了这个世界做着一些什么。好，这是无条件无知觉的一个状态啊。那如果是有知觉的一个状态呢，我们的生活有可能一些朋友在第三组里边是做服务行业，或者说做咨询行业，做一些支持类的工作，所以你们有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服务精神、利他的精神，我为世人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三副组牌朋友，你们是自身发愿来到这个世界的，甚至你和你的祖先呢有同样的一个体系，你们希望为这个3D 星球带来一些什么，所以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云游，或者说来去生活实践一个阶段。我觉得你们其实内在是非常善良，有一个基本的忠诚的品质，那并且呢，你们也会将这种服务性的精神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也会因为你们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能量频率啊，变得它的波动更高了，变得频率更高了，变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了。有不少朋友，有可能你们从事这个行业和事业是服务性质的，也让你们学会了如何去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多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有些朋友会说，哇，我不喜欢我的服务精神，我彻头彻尾的不喜欢这样。有可能我们在无条件的付出和奉献的背后看到的是有条件的，是自私的啊，是为自我着想的这一面。所以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一面之后呢，也会激发你们内心当中的一部分的反抗和一部分的不平衡。但是我看到本身你们的灵魂这个状态是没错的。好，第二张我们看一下副牌说什么啊？我们抽到这10号牌 self doubt， 自我怀疑。然后这边我们看到一枚镜子当中有可能是父亲母亲，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啊，它绑住了我们卡片当中的这个女孩子的形象，让她在不断的自我怀疑，让她感受到自己的不充足、不圆满、不美丽。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有原生家庭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跟父母的沟通啊，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出生的原生家庭是幸福的，但是有可能从侧面他们会让第三副组牌朋友必须要比如说做到完美啊，做到一种服务性啊，甚至要做到一种优秀啊，有可能要求比较严格，有可能在侧面你们的隐私、你们的这种自我主张没有办法被保护，所以你们会下意识的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感受。
这个感受其实是，这两张牌都是10号，有没有？这两个10号牌代表了，首先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和被发掘到了一个，就是说明确的状态，这个冰山浮到了水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第二点，10号牌本身虽然是这个 Oracle 啊，它不是塔罗牌，但是10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完成的数字。两个10号牌代表了你已经可以完成这个无条件奉献的，需要自我怀疑内心当中感受不充足、不丰盛的一个状态了。而这个状态的根源有可能来源于原生家庭，有可能来源于你所在的这个家庭的文化，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体系啊，都是有可能的。我们看一下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超越了一个什么样的关卡？你已过关，这个过关 ，Oh my God，Ten of Swords， 什么第一张就是10号牌啊，能感受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痛。好，看一下啊。去看一下，Six of Swords， 这边呢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逆位，这边出现的是 Queen of Wands， 我们再抽一张啊。Magician， 然后下面其实是张命运之轮牌，你已经超越这个课题了，第3组的朋友，我觉得有可能你的原生家庭在某一个部分无法滋养你，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他们是很爱我的，物质上也是能支持我的等等吧，但是在某一个部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甚至是播种你的潜意识的时候，会让你有一种不充足、不安全的感觉，有可能诸如此类的状况会在第3组的朋友身上产生。有可能在这个情绪的这个绑定和纠结当中，它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情感关系，或者说 Queen of Wands， 你想大胆做自己，你想大胆去尝试，你想去闯世界和冒险以及领导这个世界，有可能在下意识你要封存自己的这一种热爱，或者说这一种野心和野性。好，然后在这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一直在试图去，一开始有可能想要据理力争，或者说你们想要去展示和证明什么，你们想要去超越这种匮乏感，因为你们的内在是如此的丰盛。我们有可能在这个3维世界这一世无法选择原生家庭的谁的谁，谁是谁啊，投生到什么样的家庭，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前世有渊源的，有可能也是我们那个灵魂要修行的课题决定的。所以其实第3组的朋友，你们要焕发的是一个权杖王后。我们可以看到权杖王后和魔术师是能量多么强烈的2个人。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这个女生的裙子有没有很像翅膀啊？好，我们的翅膀已经被封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权杖女王的状态，有可能需要跨越这3个部分。第3组的朋友已经可以说是非常不易的一步步跨越了。首先有可能是沟通不利的，还有就是不停的要去证明的，还有就有可能你没有办法去自由做自己的，把自己的创想拿出来。而这个阶段呢，祖先在告诉你，你已经超越了。第3组的朋友啊，一旦超越了，你将会就是完成你灵魂的一种升级，所以你们将会非常自由和开阔的来对待这个人生，你们会非常有爱的去奉献，你们会非常敢爱，也非常的敢于去给予，敢于去奉献。对之前的一个阶段，如果那个奉献是逼不得已的，是走投无路的，或者说你必须要证明的，现在你不会再吃力，因为这种奉献真的是手到拈来。而且很多朋友，魔术师代表了你们可以去显化任何你想要的，所以更多朋友其实你在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内在小孩的这个课题里边，已经完全的超越了出来。我感受到你们的怅然和自由，男生朋友也是一样啊，阳性能量也是一样的，你们是无限自由的。然后这种痛啊，宝剑10，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承受的创痛挺多的，然后是那种沟通碰壁或解决问题，永远他们都想要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或你周遭的人总是会有一种想要去控制你和拦住你的感觉，那种被绑定的感觉让你觉得说是周身不适啊。在这三个10号10和 Ten of Swords 出现的时候，代表了
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在当下这个阶段跨越，然后有一些朋友是在未来，有可能一些朋友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因为我们是大众占卜嘛，在未来你将会跨越掉这一刻，你将会拥有非常自由丰盛和非常畅快的人生你可以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且不需要再度证明自己了，因为你可以为自己做出最好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更多朋友，你们心想的就是你们的能力会非常高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这个即将到来的幸运和礼物是什么，但是我看到其实你们有显化幸运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们想的容易成真，你们的就是处事和工作或者说处理问题的能力也非常高，有可能处理情感和跟人沟通能力也非常的强，因为你们并不吝啬给出任何的爱和任何的肯定，有可能因为在贫瘠的环境里边长大，你们会反而变得更加的大方，好吗？在情绪上，在思想上，在物质上都是一样的，你是非常辽阔的。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祖先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幸运和礼物为了恭喜我们过关 The Moon OK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看一下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幸运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卡牌整理一下，宇宙帮我们进行这个选择我们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好，出现了 Ten of Swords Oh my god 这么多10号牌，这边是10号宝剑的逆位这边10号宝剑的正位，你不会再痛了，你的人生里边更多的是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是美好的相聚，甚至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也得以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在上一个满月解决的，就是我们这个蓝月，水瓶的蓝月今年的超级月亮应该有3个吧，在9月和10月也有超级月亮。下一个满月是我们中秋节8月15中秋节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能量被梳理，环境和状态变得更和谐的时候。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也是一样，未来的这轮满月是可以让你完成或者说结束内在的自我抗衡，重新的回归到一个身心灵平和状态。比较有趣的这个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家3人，这边这个圣杯3号也仿佛是一家3人的形象有些朋友会修复原生家庭的问题，因为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出现逆位的是一些过去的伤痕，甚至都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疗愈了。这边有看到 Two of Cups，幸运是什么？有些朋友感觉到旧人想要回归就这个有可能跟感情，或者说你的旧的这个同事家人，或者说情感对象相关联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迎来这个复合，重新沟通，重新敞开心扉，敞开怀抱的机会。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是有遗憾的，有可能那个时候的你确实也带有了一定的自我怀疑和内在的匮乏感，所以没有办法去更好的连接对方。而在这个能量重新出现的时候，祖先和宇宙在让你拥有第二个机会，拥有更好的机会去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必定这边有圣杯3、圣杯2、圣杯6，你们是灵魂的家人，你们前世有缘所以就缘分颇深的朋友有可能在感情上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毕竟出现了宝剑10和圣杯2是重新沟通的，重新见面的，并且呢是再续前缘，那个破镜重圆的。因为这边有一个满月的形象嘛，这边看到镜子所以有种破镜重圆的感觉，好吗？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幸运和礼物给到我们也有各位朋友会说，哇，我不要在我不要这个破镜好吗？有没有新的镜子？当然有了，这边我们出现的是宝剑10号，就是新的阶段，所以呢，你的灵魂伴侣下一个阶段的灵魂伴侣也即将出现了。不过不可避免就是这个人他其实是你灵魂家族的人，你们有可能再续的是上一世的，或者说过去的前缘。总之是很有熟悉感的人会出现金币1号。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礼物和幸运会出现呢？
还是魔术师哎，第三组的朋友的牌是一样的，这代表了我们的信息其实抽到这里就可以了。Anyways， 不过我们再抽几张啊，我们抽到10张好不好？好，这边 Death and Eight of Cups， 魔术师这边是一张魔术师，然后我们这一张魔术师啊，这2张是一样的。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宝剑10号配宝剑10号，圣杯3号配这张主牌，好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幸运礼物是什么 ？Ten of Wands。好。这么多10号牌，有很多朋友你们将遇见正缘了，或者说你的人生将到一个稳定的节点了，比如说工作和事业也将会在未来这半年里边有一个很好的落定。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11月份。其实11月确实非常重要啊。从我们的星象角度上来讲呢，在10月中旬，我们的冥王星会恢复顺行；11月初呢，土星恢复了顺行。这2张牌也会彻底结束我们在这个大半年里边的委屈啊、纠结呀，然后业力的这个轮转呐，然后包含了在经济和物质上那种匮乏感。所以我看到在11月，如果未来来看这则影片的朋友，未来2个月之后，你们将会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新的进展，而且是以你为中心显化的。所以有可能你的项目啊、你的事业呀、你想要的 offer 会突如其来的降临，而且这是非常稳定的一个阶段。对，如果在这之前找到的话，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也没有关系。不过啊，一个全新的能量场将会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于第3组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你承载你灵魂责任的阶段，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 service 才在刚刚开始啊。大家会说哇，我将会去奉献和服务什么？你会服务于众人，你会利于众人。所以这边出现了这个权杖10和圣杯6，也代表了你将会拥有你美好的家庭和负担你的家庭成员。有可能是长辈，有可能是新生儿，有可能是晚辈等等啊。然后你将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来看这一组啊，这个并不是说集权在谁的身上，这个和权力无关，而是能量场集中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将会拥有一个以你为核心的美好的家园和美好的事业能量场。有更多朋友也会出现创业的信息，那在未来的4个月左右啊，2到4个月，这个合作伙伴也会真正的出现。这一次是正向能量的、善业的或者是善缘的合作，所以这个负面的能量将不再出现。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让自己的人生重新的可以说顺风顺水，和得到属于你非常有利的风水。你的风水是什么？魔术师，你的意念。魔术师是一个水星啊，就是你会怎么去考虑这件问题。恰好当下我们遇到了水星逆行啊，这个水星逆行其实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很多问题的。我们当然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打结，也会去自我怀疑，也会去可以说是回看过去吧，可以说是复盘过往。有可能一些痛会重新浮现出来，但这一次这个痛真的就像冰山一样啊，它真正的全部都浮出水面，而且融化了。所以你们在经历过的那些纠结在你内心深处的没有被疗愈的部分，其实已经随着这一轮满月和最近的这个能量全部被洗礼和收回了。余下的时间是你如何去发光。所以祖先其实非常看好你，而且是让你去独立的。对，你的很多的事件其实不需要祖先过度的干预，因为他们知道你本身就是这个魔术师，你可以去幻化出一切，并且这个幻化是合情合理的，以及非常和谐的。你可以让周围的人可以说是团结于你，然后你可以让一个家庭和一个组织更有凝聚力，你可以让一份可以说是服务和奉献变成多份的，变成多人的，然后变成更加宽广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形成。然后我们从小家变成了大家，变成了国家，变成了世界。所以第3组的朋友，其实你们能量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世界也需要你们啊。如果在前段时间你们是比较灰心的，或者说那我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让我去奉献的地方，我不想去奉献一些自私的人，我不想去再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了。你们可以适时的让自己休息下来，去考虑和就是说正视你们心灵对于自我的这个就是说愤怒和怀疑到底是在哪里，它来源在哪里。有可能是来源于你的不充足，来源于周围的人对于你过高的要求，来源于你不得不去服从的这一份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心态。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当下这个节点上来讲，你是自由的，而且你可以甚至是放飞自己去自由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去体验自由的人生，想要到处去走一走，想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权杖皇后代表你是自由的，魔术师代表了你想要的事情基本上都会发生。那这边出现了死神牌和权杖十，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上确实要进入一个稳定的新阶段了啊。我们看一下感情啊，因为有金币1号圣杯2号，有些朋友你们将会得到承诺，在未来的这个半年以内啊，我感觉到这个会发生的非常快啊，正缘来临的非常快。有些朋友如果是在这个交往当中已经有了接触对象的话，我相信啊，随着你们能量的提升，你会有一种直觉，如果你和对方的相处是很温馨的，是很能治愈你的，而且是很让你产生那种创造力啊，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我很想去做很多事情，我很想去体验这个世界，就代表你的能量正在被充盈。好，这边宝剑3号，宝剑1号，一些朋友可能刚刚分手了，或者说在上个季度啊前半年之内刚刚分手。这边出现了世界牌的逆位。我们再看一下啊，感情上 Four of Swords， King of Cups， 好 Page of Swords and the Six of Pentacles。 感情不是战争为什么？因为这边我们这个牌确实它是一个罗恩塔罗牌，它会有一些战争的元素啊。但是其实我看到的这个信号是你们在用爱相互抗衡。有些朋友有可能是在冷战当中，一些朋友可能在一个断联的状态，然后在未来这个阶段满月会帮助你们走向对方，去修复你们的关系。但是在内在上来讲，一些朋友你们要去放下那种就是不行就算了，我要去丢掉一切，我不理他，我要让他伤心，因为他让我伤心了，我要去摧毁这一切这样的想法。宝剑3和权杖1是你们各自的想法，我看到有一方伤心了，然后有一方是不断的想要放弃，而且不断在改变主意的。这边会出现水象配风象的一个组合，水象巨蟹双鱼天蝎，风象是双子天平水瓶嘛。我觉得这个关系在未来1个月会慢慢调整的好，但是还是一样啊，金币6，世界牌的逆位，这个奉献是相互的。如果你之前付出的比较多，对方会为你付出；如果之前你付出的是少的一方，有可能对方也正在需要你去重新进行一些关系的平衡。但这个关系不是对战，因为这个金币6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他在去静静的看着他的盾牌，好吗？他不参与任何一方，所以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你的意见的一个中立。你既不站在自己这一个立场，也不站在对方这个立场的时候，你们将会结束掉过去周而复始的，对，一些朋友是周而复始的冷战争吵，复合分手，好吧？然后这个事情在考验的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真爱啊，从这个牌里边看到是真爱，但是很多朋友我觉得这是考验你的，有可能是情感课有可能是小我要去突破自我考量，或者说自我怀疑和自我的不充足。对方也一样吧，有可能对方内在是匮乏的，所以你们也在不断的去冲击对方。然后千万不要为了这个感情啊，因为感情的元素而陷入一种恶魔牌沉迷执着和控制的状态，放掉控制，用爱的方式来对待彼此。我相信很多朋友你们的感情将会迎来圆满，你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如果一些朋友是希望有新的对象出现的话，停止过去这种自我怀疑的想法，不然你会吸引到差不多的对象。当你是一个充足的体验世界的开怀的状态，你可以去自然而然的吸引一切，好吗？所以当下单身的朋友反而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去直接转自己啊，你们的境转了，人就转了。如果在关系里边的朋友也没关系，你们可以去把这个关系修好的。主要是魔术师你的想法改变，这一切将会回归到你的世界里边。并且你确实啊，你负担了很多，但这种负担是甜蜜的。有些朋友在未来这1个年度里边会成家，会立业，会有小孩，就是发生的会非常的快，好吧？好。星座上刚刚我们讲了一下，然后也有这个别朋友是火象星座，也有这个双鱼座出现。好，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我们看到这个权杖王后和这个权杖10有没有很像啊？这2个人，一个有可能是大地的这个萨满的巫师啊，有可能有一个是权杖的女王啊。他们的手上这个权杖有没有通天的
好，通地的。所以呢，权杖其实也代表了3元素的合一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能量它其实非常的强，就是你生生世世的你的阿卡西和你可以运用的资粮都可以被吸引过来，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卡牌共同的含义啊。你们可以吸引你热爱的有利于你的一切，并且呢将它为这个世界所用啊，将它奉献出来。这个奉献不一定是捐赠，有可能是你在情感上，你在能量上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和支持。有很多朋友你们的事业啊会因为这种利他的精神越走越远，祝福大家好吗？然后第三组朋友的事业运也是非常不错的，过了这2个月，一些朋友在事业的发展上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会越来越旺好吗？好，有可能贫瘠的这个原生家庭或者一些贫瘠的土壤啊，有可能一些朋友是你的父母是非常爱你的，但是他们会对你有所绑定嘛，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一些藤蔓嘛。但无论怎么样，我看到你们成长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权杖女王或权杖10的时候，这一切都有他的安排和他的原因好吗？你更强韧了。最后看一下我们这个 Oracle 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这2张牌也很有趣啊，13、26是一个 double 的数字啊。我们首先看到13号是 Moon in Aries 啊，月亮在牡羊。月亮在牡羊是什么时候？是天平月，是10月。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破茧成蝶，有没有啊？ Believe in yourself 啊，相信自己，你有这个勇气去飞到你想飞的地方。所以当这个牡羊满月到来的时候啊，牡羊的满月差不多应该是10月尾，那大家也是快接近11月啊。我们刚刚说的时间节点，你将会化为蝴蝶自由的飞。那过去这些课题，这个10号牌的课题，你真的可以超越了。你的自我怀疑，你的不充足感，你内在里边的不自信、不自由、不安全、愤懑或者说压抑和委屈，全部都可以被消除。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破茧了。在茧当中，你所体验到的观感，你所体验到的一切的这种可以说是匮乏的环境，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啊，蝴蝶在这个蛹里边是不是要闭着眼睛，要缩着身体，要不断的在里边成长，是不是在划开这个蛹的时候，翅膀要用很大的力，也要承担很多痛呢？不过啊，美好的就是你们可以自由了。这边出现权杖皇后，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到你们想去的地方啊，走一走，看一看，和显化你们想要去显化的未来的美好。第2章呢 Conscious Steps， 谨慎的，充满警觉性的，有意识的走每一步，一步一步走好我们的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能量是环境变得更加美好了，是充足的。然后我们的女神呢正漫步在我们的这个海洋和天际，每一步呢都认真的在往前走 looking forward， 你们会看到更远。所以说呢一步一步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从一个委屈的好，然后可以说蜷缩在角落的姿态，变成了一步一步走的状态。你们会看到你们在发亮，你们会看到你们的前途在发亮，你的周围有着这些光斑，都是你的指导灵、精灵和天使的指引啊。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那种精灵的公主和王子的感觉，走好每一步。为什么？当你去轻拍翅膀的时候，每一次的翅膀震动啊，有可能我们也都需要去用我们的触角来感受一下光在哪里，我们要往光的方向去飞嘛。但每一步其实也都已经被安排好。所以说在这个牌当中，是祖先为你安排好了未来的每一步，并不是说你们在被掌控，你们在被操控啊，而是你的未来你也参与了这个安排，一步一步往前去走。你们会发现，哇，你们周围的风景真的独美啊，非常的美好。你已经不知不觉的走过了灵魂的暗夜，走到了美丽的朝阳，美丽的日照当空的感觉，好吧。好，我也看到一些朋友在这2张牌当中，我感受到你们将会遇见一些幸运和奇迹啊，有可能是非常好的机会，有可能是去到了非常美丽的地方啊，跟水相连接的，对，这都是宇宙
或者说也是自然啊，当然也是我们的指导灵和祖先给予我们的礼赞，你们是值得的，你们完全可以自信的、有勇气的发出属于你们的光亮和声音，这也是注定的，好吗？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祝福我们所有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一个阶段也是开心、平安、幸福的。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希望大家得到疗愈和能量的同时，也继续向前发光，好吗？这个宇宙需要你。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